Rust 的一个主战场之一。然后呢，我们又知道本次大会华为是本次大会的战略合作伙伴。那么下面有请来自华为的矩阵为我们上台致辞，并分享 Rust 和 ROS 机器人开发。大家掌声有请。大家上午好啊。我其实没有什么好致辞的，这个官方广告这一波我就直接在我的PPT 里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好了。我今天分享的这个 topic 呢，稍微有点另类，因为我在会上看了一下，可能Rust 在我们平常看到最多的应用领域里面，可能在操作系统啊，然后前后端开发、区块链以及这些基础中间件，像数据库这里边应用的比较多。那我本人呢是一个 ROS 机器人的社区的开发者，然后今天呢可能是从ROS 这个角度出发，给大家汇报一下，就是 Rust 这个语言在ROS 社区里边是怎么样的一个进展啊。我名字叫矩阵，这个比较独特一点。然后我是来自华为开源软件能力中心，我主要负责团队里面，就是我们华为在开源技术里面的生态以及影响力的构建。我个人呢主要是负责ROS 机器人社区。首先这个官方广告先来一波啊，口号还是要喊一下，华为 loves Rust 是吧？那大家众所周知，华为其实是硬件起家，然后在过去的20多年里面呢，在芯片设计与制造啊、硬件制造以及操作系统底层，包括设备驱动等等，积累了非常多的经验。那么过去的这些偏底层的应用呢，其实大多数是 C 和 C++。那么 Rust 作为一门新进的非常优秀的语言，以这个内存安全和并发安全为卖点，它能解决可能70%的内存问题，然后所以对华为这种在底层有非常多布局的我们的这种业务其实是非常重要的。那除了这部分业务之外呢，其实在我们常规的一些业务里边，我们会用到的中间件以及应用层，其实我们也会有大量的 Rust 的应用。那再说到包括我们的语言生啊，大家知道Go 可能是语言生的第一语言，应用比较多的语言。它可能比较像新一代的 Java， 对吧？我们有时候说 Rust 可能像新一代的 C， 所以在语言生里边一些比较偏向性能的场景其实Rust 还是有很多应用的范围的。然后这也是我们关注的一些点。另外就是像刚才从我个人部门角度出发，我们是华为的开源部门。那刚才张老师也提到，在 Rust 这门语言本身里面，我们中国开发者用的比较多，可能实质性的贡献比较少。那其实 Rust 也会作为我们开源部门的一个非常从2021年开始非常重要的一个布局点我们也会进去，从它的编译器，然后语言以及基础库等等，来对 Rust 语言本身来作为贡献。那也非常希望可以跟咱们中国的开发者一起，然后把中国开发者的这种贡献推广到社区里边去。OK， 这是Rust 在华为的一些基本的情况。然后可能明天上午会有我们华为的高级专家于老师给大家更具体的介绍一下华为在作为Rust 作为一门可信的编程语言在华为的一些具体的应用啊。OK， 下面我就开始我本次具体的分享啊。然后可能在座的可能开发机器人的比较少，我先简单的介绍一下ROS 这个项目。它的全称呢叫 Robotics Operating System， 简称 ROS。但虽然号称一个 system， 但是其实它更像一个基础的中间件。它定义了机器人开发过程之中这种核心的通信的框架啊。那从时间上来看呢，在2007年之前，然后 ROS 其实是诞生在斯坦福大学的实验室里边。我前2天跟一个比较资深的机器人专家，他有16年玩机器人的经验，有时候跟我说我经历过Rust 诞生之前的，它叫 Dark Age 黑暗岁月啊。就是在ROS 流行起来之前呢，你去想做一个机器人开发，其实是非常困难的。首先那时候我们机器人上面的硬件设备计算能力其实是比较弱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些偏向于嵌入式的 C 语言这种底层的开发你去负责开发一些驱动电机的控制等等那时候等于是没有一个通用的技术或者接口，让你可以非常方便的去编写机器人应用，你还要做大量的仿真等等，都是非常困难的。
那2007年到2013年这段时间呢，那个前谷歌有一个创始人之一，3个创始人之一，他成立了一个 Velo Garage， 叫柳树车库这样一个机器人孵化器。那么在这段时间呢 ，ROS 其实是托管在这个孵化器里边进行开发的。同时这个 Velo Garage，它那段时间也支持了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开源项目 OpenCV 的开发。那这段时间呢，其实是 ROS 1发展的比较快，然后当然它的那个应该是2007年之后，然后发了第一个版本叫 Box Turtle， 之后呢每一个它都叫一个 distribution， 大家可以看到发这么多，然后前面呢这些我标记的比较淡的这个其实都已经就非常早了，在市场上已经没有什么应用了。那到那个2004年之后，它从那个 Indigo 开始，那可能是目前我们用的比较多的那个版本啊。从2004年 Indigo， 然后到那个 Kinetic， 再到Melodic， 最后2020年呢是发布了 ROS 1的最后一个版本，叫 Noetic 啊。它每一个版本的那个命名都比较有意思，有的可能是以这种心理学的名词命名的，有的可能是以这种海龟的这种不同的这个品种来命名的啊。那这个是 ROS 1，那 ROS 1它由于诞生在实验室呢，可能有一些它的问题，就包括它的实时性、数据可靠、分布式，其实当时是没有太多考虑的。所以从那个2010年之后呢，然后社区也在开始讨论我们是不是要做一个面向生产环境的这样一个新一代的 ROS， 就是 ROS2。那经历了那个8个 Alpha 版本的迭代，以及3个 Beta 版本的测试啊，最终在2013年开始我们发了那个第一个版本，然后前面的2个版本相对来说是比较的早期啊，然后现在其实已经也没有在用，已经那个完成了它的维护的生命周期。那从最近的呢，社区里开始已经在维护的，长期维护的，就是从那个最上面的倒数第4个开始，叫 Crystal。在2019年呢发布了 Dashing 和 Eloquent 这2个版本。那最新的呢是 Foxy。这是 ROS 这个一个发展的时间线吧。然后它的应用呢其实也比较广泛啊。首先它本身是带了一套我们刚才说的底层的通信机制。然后呢，它还有一套以及围绕这套通信机制产生的这个生态，包括工具链呀，比如说我们这种仿真、物理模拟，以及那个这种可视化工具等等。那它应用的其实现在也比较多，比如说在那个真车自动驾驶上，有一家公司叫 Apex.AI 啊，它其实就是它所有的车载的智能系统都是基于 ROS 来做的。包括一些无人船，甚至有一个 ROS-M 这样一个组织叫 ROS Military， 就是把 ROS 应用在这个就是军事领域的啊。可以看到下面它其实有一个拿那个小车机械臂去捡那个炸弹啊。还有一些民用领域，包括可能2021年的那个东京奥运会，有一个他们那个吉祥物应该叫未来吧，他们到时候会。用这个小的机器人，这个吉祥物的机器人去点那个火炬啊，那个机器人其实也是拿 ROS2 来做的，然后他用了那个社区的一个比较重要的那个项目叫 Navigation， 用它来做这个路径规划和导航。那这个是 ROS 的一个基本的介绍啊。然后我们那个华为在 ROS 社区呢，其实主要关注的点还是在 ROS2 的这个贡献上面。为什么？关注 ROS2 呢？前面我们也说了 ，ROS 1有它的问题，可能不太容易用于生产实践。那社区有一个比较热心的开发者做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东西，就是他拿这种非常就是 old school 的这种风格的做了一个页面啊，然后上面有所有 ROS 1版本的那个过期的时间，就是如果已经非常淡了的话，就是已经过期了啊，有一些可能临近要过期了，那可能颜色会越来越淡。可以看到那个最新的那个2020年发布的那个 Noetic 的版本是在2025年就完全停止维护了啊，所以现在社区的主要的重点也是投入在 ROS 2的开发上面。然后呢，它的除了技术上的演进之外，它的那个治理架构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可以看到那个 ROS 2为了 ROS 2的发展，它成立了一个技术委员会。那这里面呢，我昨天看了一下，应该是已经有18家企业。这个技术委员会有一个什么特点呢？首先你要进来，
一切都是要基于你的贡献啊，这是你一个准入门槛啊，然后不收取任何那个技术委员会的那个会费啊，就是纯看你的贡献来说话的。那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边其实这些公司都你仔细分析一下，其实蛮有意思的啊，就是除了一些做机器人的公司，还有一些传统的生产制造的公司，比如说像博世。像那个三星以及汽车企业这个Toyota 丰田研究中心，然后那个除此之外呢，有一些新的这个自动驾驶的，像刚才说的那个 Apex.AI、Tier 4，还有一些呢，就是大家可能比较看到中间有一个 Ubuntu，就比较奇怪，也是为什么 Ubuntu 也会在这个 TSA 里边呢？那其实ROS 呢，因为在我们新的这种我们叫智能机器人的这个开发里边，它其实是算力比较强的。就不像以前一些纯嵌入式的开发，它其实有一些算力比较强的设备，你是可以直接在上面跑这个操作系统的。那除了嵌入式操作系统呢，甚至也可以在上面跑一台 mini PC， 就是常规的桌面系统。那这个现在这个做的最好的支持呢，就是你能拿包管理器装的，一键装上的就只有 Ubuntu。因为 ROS 整个生态非常庞大嘛，可能甚至200-300个这个依赖的库，你个人徒手把它装起来，其实还是挺费劲的。所以那个 Ubuntu 在里边，然后大家可能看到微软也在里边。ROS 2呢，ROS 1其实是只支持那个 Linux 系统ROS 2呢支持 Linux、Windows 还有 Mac，所以微软也在里面。那除了微软之外，可能还有一些像这个亚马逊做云的公司也在里边。这为什么？因为机器人本身是一门交叉性的学科它对产业界来说呢，其实也是多个领域可以结合的一个应用的场景，就是我们的那个人工智能的能力以及云计算的能力，其实未来包括边缘计算都是可以在机器人这个平台上落地的。所以那个亚马逊也是通过ROS 它的那个生态打通它的云以及边缘侧这种硬件生态的这个生态的打通包括一些传统的厂商，像英特尔，它在那个它的 AI 的计算棒。FPGA 以及它 CPU 对这个 AI 的优化，其实都是对 ROS 支持非常友好的。OK， 那这个呢是我们就具体说一下 ROS 的这个架构。分2个层面，左边这个呢是 ROS 常规的桌面上的 ROS右边的是 Micro ROS， 就是专门在那个嵌入式领域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刚才唐老师也讲ROS 那个 Rust 本身。在嵌入式领域其实也是有一些爆发的点，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在那个 ROS 这个社区里边去推广 Rust 这门语言。那从上层来看呢，最上面就是用那个 ROS 开发的机器人应用 applications，它核心的编程库呢，我们叫 client library， 就是你去把你的程序拿 ROS 框架跑起来用的最核心的那个库。这个库呢，它的语言层面是这样安排的，就是说它最底层是拿 C 语言写的 RCL 这样一个库，然后上层呢拿 C++ 去提供这种更高层的库，所以开发者一般用的是 C++ 的库，或者是 Python， 因为 C 语言和 Python 是可以比较方便的进行一些 binding。这是它这个 client library 这一层。那中间再靠下这一层呢，其实是我们刚才说的，为什么它在数据可靠性上做了一些支持。它所有的通信的基础呢是标准组织推出来一个 DDS。这样一个规范，就是数据叫什么？数据分发服务，叫 Data Distribution Service。这个规范里边呢，其实是定义了你数据通信的时候怎么去保证它的稳定性，比如说你超时怎么处理你的那个延迟怎么去处理。那每一个 DDS 呢，DDS 呢会有很多具体的实现，那社区也是有非常多。然后 ROS 基于这个 DDS 规定了一套这个接口，叫 Rust Middleware 这样一层接口。这样你去有你的 DDS 实现，然后上层满足这个接口，就可以作为这个 ROS 底层的实现，可以非常方便的替换。那在下边就是操作系统，我刚才讲了支持3大操作系统，然后再往下就是处理器，包括 x86 架构或者是 ARM 架构。那个嵌入式端的那个 Rust 呢，稍微有所不同在那个 Client Library 这一层，它其实是没有 Python 的，因为可能嵌入式里面呢更多是一些资源比较受限的一些设备所以 Python 这种语言可能支持的就是它的那个效率以及资源的占用呢支持不是特别好，所以这个主要还是拿 C++ 开发。然后呢也在
也基于 RCL 做了一些 C 语言的那个往上层的封装，也要符合普遍的嵌入式应用的场景。那个通信层这一层这个基础中间件的接口还是存在的，然后它只是底层的 DDS 呢，然后换成了更适用于我们嵌入式设备这样一个环境的一个实现。那中间其实是有一个 agent 来对这2种不同 DDS 消息来进行一些转换。这样的话，我们嵌入式设备的那个ROS 应用和常规的 ROS 应用可以做一个正常的通信。然后在那个嵌入式的操作系统这一层呢，可能更多的是这种支持嵌入式的系统，主要是开源的比较多 ，Free RTOS。再往下边，它硬件层其实对应的就是我们那个各个的微处理器了，就不是那个就是不是 microprocessor 了，是 microcontroller。那这是 ROS2 的一个整体的架构。ROS 在编程的时候有几个比较核心的概念，大家可以先看左边，然后它是有一个 node 节点的概念。然后每个节点里面呢，可以去启动一个对于数据通信的一个实体。它的通信方式呢，主要有2种，一种是那个 PubSub 模式，另外一种是 CS 模式。PubSub 比较好理解，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机器人上有一个传感器设备，它采集到了一些数据，然后呢，我就把这个数据分发出去，所有的这些订阅了我这个 topic 的 subscriber 都可以去拿到这个得到这个数据，然后进行一些自己的处理。比如说我们在那个机器人上用一些视觉摄像头捕捉的这个影像，以及那个雷达捕捉的点云信息等等。另外一种呢是这种就是常规的一个客户端向一个 server 去发送一些请求。那中间这个 topic 和request 和 response 都是通过一些我们叫 message， 然后你所有的这些topic， 然后请求响应也好，你要去指定具体的它这个里面包含哪些数据字段是什么，类型是什么，可以指定一些基本的数据，像那个整形字符串等等。那你也可以去指定一些相对来说抽象一点的 object 这种数据。当然，在那个具体的机器人开发的场景里面，可能考虑到这个性能问题，可能你这个指定的越具体越好嘛。那它底层呢其实是基于这个 DDS 的服务。DDS 里边是明确有一个 QoS 这样一个要求，就是 Quality of Service， 你的数据通讯怎样保证你的质量，你超时几次，然后怎么去处理你的延迟等等，都可以配置一些策略。有些比较常用的 DDS 的实现，像这个 Cyclone DDS 是那个 Eclipse IoT 基金会的，社区开源的这个 Fast RTPS 以及一个商用的 RTI 等等。那这个是 ROS 编程的一些核心的概念。另外它的那个工具这一层呢，上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有一些那个它的 UI 库 RQT， 就是基于 Rust 的 Qt 的 UI 库，一些 RVs 它来做一些可视化的处理。包括我们的那个命令行的一些工具，它去安装的时候一些解决依赖的工具，以及我们那个对机器人这个做一些定义 UDRF 这样一些类似 domain 就是类似 DSL 这种定义语言，还有包括一些我们对于几何处理空间处理的一些数学库。那它的构建系统呢比较有意思，可能跟我们语言有关，就是它上层其实是它的构建工具叫 Calcon。然后 Calcon 下面有一个 Ament 去管理各种资源。那不同的编程语言呢，其实它对应的那个编译构建的工具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是 C++ 的话，它下面依赖的是 Calcon 下面依赖的是 CMake。如果是 Python 的话，就依赖于 Python 的这个 Setup 这个库，进行 Python 那个包的那个构建和管理。那 Rust 的话，当然现在Rust 我们还没有完全支持就是 Rust 希望是用那个 Cargo 或 Rust C， 然后来直接支持 Rust。那个 ROS 应用的这个编译和构建。那个以上是 ROS 的一些基本概念。然后为什么我们要在 Rust 里边，我们要在 ROS 社区来推广 Rust？因为大家都是 Rust 的开发者，应该也知道它的那个 slogan 之一就是 rewrite everything， 就是我什么都要重写，对吧？然后它可能相对于传统的，我们看到机器人开发里边有一些相对来说偏底层的那个场景。所以其实 Rust 在这个里面能解决非常多的稳定性和性能的问题。那从上层编程语言来看呢，本来的这个底层的那个基础库是拿 C 来写的，那 Rust 其实是可以来进行重写的，然后把那个并发和内存安全的特性加进去。那上层呢，除了 C++ 和 Python， 我们也希望Rust
能够成为 iOS 开发的那个官方支持的另外一门语言。那这个其实是在我们那个 iOS 社区已经有一些动作在里边。那从嵌入式的角度来看，iOS 和 Rust 都有自己的嵌入式工作组啊，目标其实也是比较一致的，就是在这种资源受限的情况下，你怎样去发挥这种资源的性能，同时保证它的耗电、能耗以及我们编程上的这个安全性，对吧？编程效率等等。那其实现在社区的那个从操作系统层面 ，iOS 其实有很多 FreeRTOS 的 binding，然后社区其实也用 Rust 纯 Rust 实现了一版那个 DDS 叫 Zeno， 就是那个很可爱的那个小恐龙的那个图标。同时的 Rust 在嵌入式领域的那个 C 的那个底层的那个依赖库，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拿iOS 这个依赖库，其实这个编程库，其实我们也是可以拿 Rust 来重写的。这其实是我们想在 iOS 社区推广Rust 这样一个大概的想法。那现在其实社区主要它做的是第一步就是在编程语言这个层面上来增加Rust 的支持，然后它其实底层也是 binding 这个 C 写的这个 RCL。那这个就是 RCL 的一个比较基本的抽象的一个那个结构然后我们在在 iOS 社区呢，已经成立了一个 Rust 工作组，就是以工作组的形式来推进 Rust 这门语言得到官方的支持。那主要核心的这个项目呢，就是 RCL2S， 就是首先我们要在编程库上解决能够让 Rust 的开发者来开发 iOS 机器人应用。那从构建的角度来看呢，它底层其实是有一些我们先看底层有一些示例以及导出 create 一些工具。然后你编译构建的时候，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做到完全用 Cargo 或者 Rust C 来编译那个 Rust 的机器人应用，它现在还是依赖于 CMake。那底层呢，它定义了一些比较常用的那个 common 这样一个结构，就是说它的构建的时候规则是这样的：只要你在我用 Cocoon build 的时候，只要在每个目录下找到我对应的 package 的 XML， 我就认为它是一个 Cocoon 可以编译的那个项目。然后呢，它再会去分析你是 Python 的还是 C++ 的。那现在我们如果 C++ 用 CMake 嘛，那么现在可能主要还是暂时依赖于这个 CMake 文件。那 Common 里面其实定义了一些常用的系统常量，包括一些枚举和一些错误定义。那个 IDL generator 这一层其实是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去通信的时候，那些 topic 也好，我们那个 service 也好，其实都可以用其实都是要用一些自己的那个定义的语言。然后呢，我们要根据每一种不同的编程语言，然后根据这个模板来生成对应的这样一个具体的某个语言的那个代码的这是这一层做的事情。然后这个核心的 RCL 这个 client 库呢，现在是用一种比较奇怪的姿势来做的，就是它在 CMake list 里边，指定了我们去编译一个 build.rs 这样一个 Rust 的文件。那这里边呢，其实是引用了bindgen 这个库，然后它引用完之后呢，可以把那个我们 RCL 那个 C 语言写的那个头文件，然后过来，然后拿这个 bindgen 这个库自动去生成一些 FFI。这样的话，我们写的那个 RCL2S 其实就可以去在底层调用 RCL 了，是这样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做 binding 的。那现在只支持了那个比较核心的几个那个我们概念里面讲的。首先，我们的 node 这个节点是有的，然后数据通信的 topic 是有的，然后 pub/sub 这个模式现在也已经支持了，这是目前做到的。然后未来可能要做的就是一些其他的一些核心的概念的支持。那刚才也说了，就是我们现在比较缺失的其实是现在底层还是依赖于 CMake 和 bindgen 来做一个 binding 嘛。然后未来我们要做的呢，其实是在 build 的时候让直接我们去开发一个 cargo Cocoon-cargo 的这样一个项目，然后所有的底层的编译工具链呢都换成 Rust 的这个编译工具链。另外就是一些核心功能的支持。那第一步呢，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这是现状，然后我们去支持更高级的。那其实最后呢，我们是可以用 Rust 把这个 RCL 用 C 写的这个 RCL 重写一遍，然后发挥 Rust 语言的优势。然后这样的话，
希望期待的是以后未来上层的那个再上层的这层应用里边，C++ 和那个 Python 和那个 Rust 都来调用这样一个库，实现我们这个 rewrite everything 的这样一个那个想法嘛。OK， 这是我们未来想要做的事情。那最后呢是有一些，就如果大家对 ROS 开发比较感兴趣，有一些那个资源。首先那个 ROS 的论坛以及 ROS 这个 Rust Working Group 这工作组在论坛上的一些信息。如果大家感兴趣呢，也可以去看一下那个工作组。那个我按了什么？可能要去，我就直接讲吧。就是还有一些是我们那个库，就是刚才说的 RCLS 那个库，大家可以下载下来玩一下，然后也给社区做一些贡献。那我今天的那个分享就暂时到这里，谢谢大家。好，感谢矩阵为我们带来精彩的